变态男先将粘鼠板钉在地上固定，再在粘鼠板前方放上一盘猫粮，紧接着他放出饿了3天的小猫，小猫冲向食物，踩上了粘鼠板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食物饿死。而这一切他都直播到了外界，弹幕都在咒骂他不得好死，可变态男却说这只是开胃菜。紧接着他又开始了第2场直播，这次他直接绑了一个活人，变态男还在男人的胸上用刀刻字，一起来杀人。同时男人身上还连接着一个针管，里面装着抗凝血剂，不断注入身体就能让血一直流。很快这一直播被身为网络警察的珍妮发现，他发现观看的人越多，滴入药剂就越快，男人死的也就越快。他试图封杀这个网站，可没有用，地址在不停切换，服务器显示在国外，很明显对方也是个电脑高手。很快随着观看的人越来越多，男人鼻子也开始冒血，他发出惨叫并不断挣扎，但过一会儿他就因失血过多而死。随即变态男关闭了直播，并表示自己还会不断开播。警长老黑觉得这可能是炒作，因为之前有这样的案例，被杀害的人又活了过来。可没想到变态男仿佛听到了他的话，直接第2天就把尸体放进了国会议员的后备箱里。警方立刻展开行动，很快找到了受害人的住址。通过询问他妻子得知，丈夫当晚是出去看球赛，后面就再也没有联系，线索中断。这时老莫通过分析直播中地下室的位置，发现都是20、30年代修建的。再搜索直播间名字一起来杀人，警方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，他正巧住球赛场馆附近，之前曾因开发颜色网站被抓，同时家中地下室风格和直播中类似。重要的是，他这几天一直在转发杀人直播间，但很快嫌疑犯就被释放，因为事发当时他都在家中观看直播，白高兴一场。就在大家毫无头绪时，变态男的杀人直播又开始了。这次一个浑身赤裸的人泡在水泥池中，周围是几10个能发强热的灯泡，紧接着灯泡一个个亮起，男人瞬间就被烧出水泡，皮肤开始逐渐溃烂，男人疼得不断发出惨叫。观看人数越多，启动的浴霸数量也就越多，男人很快被烤得不成人样。杀人直播再次引起社会哗然，人们一致认为变态男是在挑衅警方，但由于变态男也是名顶尖黑客，一时间警方竟破译不了直播的位置。突然，同事通过放大屏幕发现男人好像在说些什么，通过看男人嘴型，有人分辨出这是一个地址，但当警方赶到时，才发现被变态男耍了。屋子里只有一台开着直播的电脑，不多时，男人被烤成了焦炭，看来只能从被害者身上下手。珍妮通过调查受害者资料，发现受害者是名阿博主，专门发布自杀、暴力的重口味视频。珍妮开始没日没夜的搜集线索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变态男盯上了。很快，变态男再次开启直播，这次的地点正是珍妮家。珍妮女儿想看电视，却发现电视机已经开了，电视机里正是自己家的房子。好奇的她立马出门去看。这时，珍妮刚洗完澡，结果便看到了杀人直播里的女儿。他赶紧焦急地拿起枪冲出房门，大喊女儿的名字，但女儿已经不见了。门口是辆陌生人的车，突然女儿的声音传来，幸好女儿没事，让女儿赶紧回家，自己慢慢靠近黑色车辆，车上果然有个摄像头。愤怒的珍妮一把打掉监视器，再打开汽车后备箱，是被烧死的阿博主尸体。回到家后，珍妮终于发现变态男是通过女儿电脑的一款黑进了自家的电脑，将女儿送给警方保护后，同事麦克打来了电话，他大概想通了这几起案件之间的联系，但要和珍妮一起商量关键之处。可珍妮在警局等了很久，麦克人影都没看到。这时，杀人直播再次开启，而这次的受害者正是同事麦克。只见他浑身赤裸，被泡在大水缸中，底部是2个硫酸喷口。直播间人数越多，硫酸喷的就越快。原来麦克打电话给珍妮之后，麦克的女朋友突然约他见面，但其实是变态男开了变声器，在和麦克交流。随后才出现了这一幕。警方要大家立刻停止观看，但是没有用，人数达到300万，水缸被血慢慢染红。变态男则在一旁淡定地嘲笑麦克，说现在所有的观看者好像看着都是在可怜警员的遭遇，但其实他们都是自己的帮手，没有他们，麦克只是被绑在清水中。很快人数飙升至700万，水缸瞬间变成血水，麦克的皮肤也一块块脱离。生死关头，麦克疯狂眨动双眼。同样在看直播的珍妮发现这是摩斯密码，赶紧叫来同事破译。麦克开始震动，随后不甘地闭上了眼睛。直播结束，但珍妮这边也破译完了最后一个字母，信息指向一个文件夹。按照指示，珍妮打开了一个视频。珍妮终于知道了变态男是谁。原来视频里面的人是一个大学教授，在桥上自杀时刚好被偷拍发到网上，而偷拍者刚好就是直播里第一个死的人。他把这个视频卖给了一名记者，记者为了流量，在桥边大肆报道了这件事，收获了很多关注。他也正是第2个死的人。教授的自杀视频因此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可教授有个精通机械和电脑的天才儿子欧文，经历这次事件后受到刺激，欧文决心用相同的方式惩罚传播的几人，而直播封面正是他父亲的 X 光片，数字是他父亲验尸报告的编号。警方迅速展开抓捕，可教授儿子欧文已经跑了，在他家的地下室里，正是这几天直播被杀的受害者。警方发出通缉令，珍妮为了抓到欧文，加班到深夜才回家。可路过教授自杀的桥上时，车子突然熄火，
紧接着灯光也全部熄灭，车子彻底失控，差点发生车祸。而车内珍妮正疯狂拉动把手想开门，可没有用，手机也在此时关机。突然，行车电脑内传来变态男的声音，他大声斥责珍妮，不管在网络上伤害别人的人。珍妮忍痛用手机打破车窗，跑到公用电话亭给老莫打电话，要他来支援自己。突然，珍妮发现自己车子又启动了，误以为变态男已经放过了自己。他拿着枪慢慢回到了车上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他上了车。而他刚坐下，后排座位突然起来一个人，正是变态男欧。珍妮随即被电晕，等他睁开眼，发现已经被拖到了自家的地下室。紧接着，他被变态男刀吊了起来，下方是飞速转动的刀片。变态男也再次开始了直播，只要直播间的观众增多，珍妮和刀片的距离也就越近。这时，老莫也认出变态男就在珍妮家地下室，于是立刻赶往。而珍妮为了活命，开始拼命晃动起来。随着晃动幅度越来越大，他一把抓住了旁边的管道。变态男发现后想把珍妮电晕，看变态男即将靠近，珍妮直接转动管道开关，一股气体直喷变态男眼睛，痛得他睁不开眼。珍妮也趁机解开脚上的束缚，立刻赶到变态男跟前，疯狂肘击他的背部。变态男拼尽全力把珍妮推开，就想要用旋转刀片解决掉珍妮。珍妮摸出枪，几枪下去，变态男终于被解决。